大家好，我是50讲。今天我们来分析割草机，究竟应该买电池驱动的割草机，还是买汽油驱动的割草机呢？首先，相对于大众化的汽油割草机，电池割草机有哪些主要的优势呢？我归纳了一下，有5个不用和2个小。5个不用包括不用汽油、不用润滑油、不用火花塞、不用空气过滤器、不用启动拉绳。有哪2个小呢？噪音小，重量小。重量小多少呢？一般小5到15公斤。不过近几年出现了大电池机型，重量呢几乎相当。第二点，电池割草机有哪些劣势呢？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呢？关于草的状态有4个不能：草不能太密，草不能太高，最好低于20厘米；割完的草皮不能要求太低，最好高于20毫米，最低高度15毫米。而汽油割草机可以割到草皮5到10毫米高。这3个不能反映出了电池割草机动力不足。是的，物理学上讲就是力矩不足。还有草不能太湿，不能太潮，刚下雨或者正在下雨，湿度太大，对电池电器不安全，而且对电池的性能有很大的不利影响。相对而言，汽油割草机对湿度抵抗力好得多。关于草坪本身，最好是整洁的、平坦的、规整的小型草坪。整洁的草坪是指地上没有特别的树桩、老树枝、小石块、小水泥块等等这些硬的物体。由于电池割草机力矩不大，很难承受笋尖的割载需要的很大力矩。平坦规整的小草坪有利于提高割草的效率，非常适用于如网球场大小250平方米以内的小草坪，当然最好不要超过500平方米，这样一般的电池割草机都能够应付。另外，电池割草机不适合哪些人用呢？太懒的人不能用，比如夏天3周以上才割一次草，冬天1个月以上才割一次草，这样草会长得很高，或者草皮会变得很老。太忙的人也不适合用电池割草机，别指望电池割草机会为你节约割草的时间。前面讲了，电池割草机力矩相对有限，草太高或者太密，只能重复1次甚至2次才能割完，所以电池割草机更适合不太懒、不太忙的人用。有意思对吧？第3点，比较2种机型的价格以及费用，大家都有兴趣。从近几年销售数据看，相对于同样动力的汽油割草机，电池割草机的售价高出100到300美元，功率越大相差越大。电池割草机最好1机2电池，这样呢便于灵活的使用。如果多买一个电池，价格大约为100到200美元。汽油割草机价格便宜，但是平时维护使用都需要一定的费用。我有个前期视频专门讲了汽油割草机的维护费用、维护的内容和使用的寿命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，下面有视频的连接。2种机型都以10年的 LCA 分析做比较，总费用呢很接近，相差正负10%以内，这是专业人员统计的结果，不是我自己猜的。第4点，重点是寿命和电池问题。电池割草机的电动马达和机器部件的平均寿命高达10年，和汽油割草机相当，但是一个电池的寿命只有3到5年，与产品的品牌、充放电次数以及使用的环境密切相关。一般用5年就要换新的，主要原因是电池的性能每年都要衰减 5% 到 10%， 即使不使用，性能也会衰减。还有电池性能衰减以后，持续使用时间缩短，输出动力降低。一次充电以后，一个电池持续使用时间一般为30分钟左右，大一点电池可以用45分钟，最新的品牌能够用1个小时。如果你的草坪大一些，你就要多买一个电池。从新西兰近几年销售数据看，电池割草机占1/4左右，汽油割草机占3/4左右。以上讲的部分数据来源于新西兰 Consumer 公布的调查结果。新西兰大约有500万人，200万左右住家，至少一半以上，也就是100多万住户需要割草机割草。总之，电池割草机和汽油割草机各有优缺点，
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它各自的特点，这样呢选择一个适合我们家人、适合我们自家草坪的割草机。好，欢迎你留言讨论，谢谢你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